老祖宗常说，天将降福，必先磨人。一个人要是突然开始事事不顺，处处碰壁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跳着脚去骂老天爷，你反而要回去关起门来偷着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有可能就是老天爷在芸芸众生里看中的天选之人。什么叫天选之人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所谓的天选就是老天爷挑中了你，要给你降下一次改写命运的大福报。这个福报有多大？大到能彻底洗掉你身上的穷气和霉运，大到能让你后半辈子安稳富足，甚至能直接扭转你整个家族命运走向，打破你们家几代人吃苦受累的僵局。你想想看，这就好比老天爷手里端着一盆装满金子、装满大富大贵的聚宝盆，他要把这个盆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可是老天爷能随随便便把这么重的东西砸给你吗？绝对不可能。你的肩膀若是没力气，你的心性若是跟纸糊的一样薄，这巨大的福报砸下来能当场把你压垮，你根本接不住啊，接住了也会惹来杀身之祸。那怎么办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老天爷必须要先打碎你，他要把你身上那些软弱的、贪婪的、浮躁的烂泥巴一层一层全部刮掉，重新给你换上一副钢筋铁骨。所以老天爷在把真正的大机缘交给你之前，必定要让你连度6道劫难。这6道劫那是刀刀见血，专门扒你的皮抽你的筋。很多人为什么苦了一辈子还是个穷苦命，就是在过节的时候没认出来，以为自己倒了大霉，不仅没扛过去，还生了一肚子怨气，结果把老天爷给的机缘全破坏了。天选之人必度的第1道劫叫做迷茫困顿劫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是不是正处在这个阶段？你明明准备得很充分，觉得自己本事也不小，干活比谁都卖力，可是只要一出门去办事，处处碰壁。你想往东，东边的路突然断了；你想往西，西边的桥莫名其妙塌了。你求爷爷告奶奶赔尽了笑脸，事情到了最后关头，总是会因为一个极其可笑的理由黄掉，反而周围那些能力不如你、人品不如你的人，一个个都顺风顺水，只有你像陷入了烂泥潭里一样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你迷茫啊，你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你觉得老天爷在刁难你，甚至觉得这辈子完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或者你的儿女现在正卡在这个求而不得的困顿里头，你马上把眼泪擦干，别哭了，你要退后一步，静下心来，把这背后的因果契机好好琢磨琢磨。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有些事上天让你拼了老命也做不成，那绝对不是在惩罚你，那是在保护你。咱们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，是不是有过这种经历？比如有一笔钱你费尽心机想去赚，或者有个朋友跑来拉你搞个什么看似稳赚不赔的大买卖，你东拼西凑拿了钱，兴冲冲的准备出门，结果走到半路车突然坏了，或者家里突然出了点急事，把你死死的绊住了，这是彻底黄了。你当时气得直捶大腿，觉得倒了8辈子血霉，连连抱怨自己运气太差。可是过了半年，你再一看，那个项目是个无底洞，或者压根就是个大骗局，跟着进去的人全都倾家荡产，连养老的房子都赔进去了。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去看看当年的不顺，你是不是得吓出一身冷汗？你是不是得暗自庆幸？这不就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死死地拉了你一把吗？为什么老天爷让你现在事事做不成？因为老天爷站在高处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你正拼死拼活要走的那条路，
尽头根本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一个万丈深渊。你满脑子只想着冲过去拿名利，老天爷在天上喊你，你凡夫俗子听不见啊，那怎么办？老天爷只好在你面前砌起一堵绝壁，让你碰个头破血流。老天爷只好把你的手脚捆起来，扎破你的车胎，让你寸步难行。老天爷是用这种求不得做不成的绝境，硬生生地阻断了你往火坑里跳的恶业。他不是在惩罚你，他是在死死地护住你，逼着你停下来。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任何强求来的东西，任何你靠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得到的好处，那都是偶然。老祖宗的规矩在这摆着呢，凡是偶然得到的，迟早你要加倍还回去，必然会有秋后算账的那一天。能失去的东西，说明它从骨子里就不属于你，就算你死死攥在手里，也会变成一块烧红的烙铁，把你烫得体无完肤。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心都是往外飘的，狂妄得很，谁的劝告都听不进去，只有老天爷把你一竿子打尽这四处碰壁的困顿之境，让你体会到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感。你的那颗浮躁心才能真正的死下来，心死了，狂妄之气没了，真正的清明智慧才能生发出来。所以这第一节考的根本不是你的能力，考的是你的定力。当所有的门都对你关上的时候，其实是老天爷在给你留出时间，让你看清楚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，指引你去寻找真正适合你的那条大路。这个时候最怕什么？最怕你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最怕你到处找人诉苦抱怨。你一抱怨，嘴巴就像个漏斗，就把你身上的福气和契机全给漏光了。面对着迷茫困顿劫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平心静气，你要安住当下，不要妄动。事情做不成，那就在家里扫地做饭，多陪陪老伴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老老实实把眼前每一件小事做好，这身上的磁场就稳住了。当你不再抱怨，当你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所有的不如意时，内在的神性一打开，智慧就出来了。这第一节你就算是有惊无险地迈过去了。可是你别以为迈过第一节就万事大吉了，等你刚准备喘口气，老天爷马上会给你降下第二道劫。这第二节最要命，它是直接往你心尖子上捅刀子，考验的恰恰是你最在乎的人，要深深把你孤立起来。这第二节叫做情执背叛节。我常常跟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朋友讲，人到了中老年，最大的通病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的命死死拴在别人身上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一辈子是不是从来没为自己活过？年轻的时候为了老伴，老了为了儿女，恨不得把心肝掏出来给他们。现在很多老年人活得连一点尊严都没有。这话虽然难听，但却是实情。你拿着那点舍不得花的退休金，今天给大儿子还房贷，明天给小女儿买车子，你自己呢？一件外套穿了10年舍不得扔，去菜市场买把青菜，都要跟小贩讨价还价半天，结果回到家你系上围裙，忙前忙后的伺候一大家子，只要今天的汤稍微咸了一点，儿媳妇筷子一摔，当场给你甩脸子。你想抱抱孙子，孩子嫌你身上有老人味，躲得远远的，你掏心掏肺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嫌弃，是冷眼相待。遇到这种事，你痛不欲生，觉得全天下人都对不起你，晚上躺在床上，眼泪把枕头都湿透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擦干眼泪，不要哭。你要看懂老天爷的手段，
老天爷为什么要降下这道情执被判劫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一切苦的根源就在于一个执字。你爱别人超过了爱你自己，你把后半生所有的指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这就叫做情执。这个世间的规律就是这样，你越是在乎什么，什么就越折磨你。你越是死死抓着儿女不放，儿女就越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你。人一旦爱别人胜过爱自己，最终必定会落得个无家可归的下场。你的灵魂都不归你自己管了，你每天盯着别人的脸色活，你这具身体不过就是个提线木偶。老天爷在天上看着你，看你现在这个烂泥潭里拔不出来，看你这辈子马上就要被这种孽缘给彻底消耗光了，那怎么办？他只能下狠手，他让最亲的人背叛你，让周围的人孤立你，让别人造你的谣，诽谤你，把你逼到众叛亲离，无路可退的死角。很多人在这一关倒下了，抑郁了，天天在小区里骂街。你们要晓得，被人误解，被孤立，这恰恰是老天爷在拿着快刀帮你斩断孽缘。他把你身边那些吸你血消耗你的人全部赶走，就是为了逼你把放出去的心给我收回来，逼着你学会一件事，靠自己找回那个真实的自我。明代的时候有个了不起的大儒叫陈宪章，世人都尊称他为陈白沙。你们以为这种大宗师生下来就是顺风顺水受人敬仰的？我跟你讲，他年轻的时候那是倒霉透顶，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和孤立。当年他去考功名，按理说他学问好得不得了，可是怎么考都考不中，一次落榜，2次落榜，接连受挫。那时候的读书人要是考不中功名，在别人眼里就等于废了。曾经的同窗，村里的人原来见了他都恭恭敬敬的作揖行礼，后来呢全变了脸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他低着头走在青石板的老街上，两边街坊的门接连关上，生怕他来借钱。背后茶馆里飘出几句极其刺耳的嘲笑。你看陈家那小子读了一肚子书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废物。你想想那种处境，极度的毁谤，极度的孤独，换了普通人要么羞愤上吊，要么冲进去跟人拼命。陈白沙当时听着这些话，拳头捏得死紧，指甲都掐进了肉里，但他停下脚步，一句话没说，没有回头去跟那些小人争辩半句。他猛地转过身，大步走回了老家。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，他在偏僻的地方盖了一座小楼，起名叫春阳台。然后他走进去，门砰的一声关死，从里面落了锁。他不见客，不交友，不谈论世事，外面的人怎么骂他，怎么笑他，他全当没听见。每天只有母亲从一个小窗口给他递进一点粗茶淡饭。在那个昏暗的小楼里，只有一盏如豆的孤灯和一阵阵穿堂而过的冷风，没有鲜花，没有掌声，只有无边无际的孤独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静坐，他在灌自己的心，他在与那个痛苦的迷茫的自己和解。窗外的花开了又谢，雪落了又化，1年2年，整整10年，10年不下楼啊！诸位，你们想想看，谁能忍受得了这种死一样的寂静？就在这10年的死寂里，陈白沙彻底放下了世人对他的评判，放下了对功名的情执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啪的一声，微弱的烛火爆出了一个火花。他猛然睁开双眼，浑身的浊气一扫而空，那双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委屈和迷茫，
全都是明心见性的清亮。他拨云见日，彻底开悟了。他找回了那个绝对不受外界干扰的真我。等他再推开春阳台的木门走出来时，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巷子里流冷汗的穷酸书生了。他成了一代开山立派的大宗师，后来连朝廷都要3番5次的请他出山。无数的学子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跪在他门前求学。那些曾经嘲笑他孤立他的人，如今只能跪在泥地里仰望他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当年陈白沙没有经历这受人唾弃的毁誉孤独关，他要是到处去跟人诉苦，成天去迎合别人，去讨好那些嘲笑他的人，他能有后来的大成就吗？绝对不可能。所以老朋友们，当你遭到亲人的背叛，当你付出了一切却被人嫌弃，当你觉得孤立无援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要在心里大喊一声，好，这是老天爷在给你建一座属于你自己的春阳台。他在告诉你，别再往外求了，别再看别人的脸色活了，把所有的精力，所有的爱都拿回来，结结实实的用在自己身上。儿女不孝顺，随他去，那是他们的因果。老伴不理解，随他去，缘分深浅强求不得。把灵魂的主导权攥在自己手里，每天早晨起来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，去楼下散散步，去公园打打太极，去晒晒太阳。当你把这个心安顿好了，再大的毁谤，再深的孤独，都伤不了你一根汗毛。这第二道情执被判结，你就算是深深给趟过去了，可是命运的魔力绝不会到此为止。当你把情执放下了，觉得心里清净了，你以为这就算完事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老天爷要磨练一个能扛鼎的天选之人，手段是极其狠辣的。他不仅要抽干你的感情，接下来他还要进行更残酷的物理捶打，把你仅有的一点物质、一点骄傲全部剥夺干净。这就迎来了天选之人必度的第3劫，千锤百炼劫，也就是饱经磨难劫。很多人天天跑到庙里磕头，或者逢人就抱怨，我这辈子本本分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为什么我一辈子都在吃苦？不是破财就是生大病。那些坏人反而吃香的喝辣的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去看那个打铁的铁匠，一块普通的废铁扔在角落里，没人管他，他当然不会挨打，但他最后只能生锈烂掉。可如果是一块上好的金刚，铁匠要把这块钢打成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，他就必须把它扔进几千度的高温火炉里烧，烧得通红，再拿出来放在铁砧上，抡起大铁锤，咣当咣当地砸，砸扁了，折叠起来再烧，再拿出来砸，砸上千百回。人在世间也是这个契机。你若是块废料，老天爷懒得管你，让你舒舒服服地烂在泥里。可你要是个能承接大福报的器皿，老天爷就必须把你扔进人生的八卦炉里去烧。所以老祖宗常讲，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心不苦则智慧不开。你没受过那种被人踩在烂泥里身无分文的绝望，你的心胸就撑不开，你就承载不了将来那泼天的大福气。这个时候有的人就急了，说我受苦受得够多了，我准备的也够充分了，怎么老天爷还不给我开花结果？这个时候咱们老祖宗有个非常恰当的比喻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这叫五花之喻。老祖宗把世间的人比作5种不同的花。第一种，早开早落，
少年得志，30岁就发大财，40岁就败光了，甚至没命了。第二种，迟开迟落，大器晚成，前半生吃尽苦头，60岁以后家道大兴，福泽绵延。第三种，早开迟落，那是极少数带着大福报来的人。第四种，迟开早落，辛苦一生就风光了几天。还有第五种，终不开花，只结闷果。这种人看起来一辈子平平庸奇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但最后却给子孙留下了无尽的阴德。你想想看，一朵迎春花非要在冬天开，一朵梅花非要在夏天开，可能吗？时节因缘不到啊！你现在饱经磨难，你明明准备充分，却总是差一口气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那朵迟开迟落的花，老天爷在让你的根系拼命地往地下扎，你的根扎得越深，将来台风来的时候，你才越是拔不掉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定数，天天急躁，拔苗助长，最后只能是根断花死。我认识一个女居士，咱们就叫她陈姐。她年轻的时候，那是个10里8乡出名的巧手裁缝，后来嫁了人，丈夫说你别干了，我养你。陈姐一听，心全扑在这个家上了，30年啊，伺候公婆，拉扯孩子，每天围着锅台转。结果到了50多岁，丈夫在外面有了别的家，最狠的是什么？这男人偷偷把家里的钱房子全转移了，最后摊牌的时候1分钱没给他留，直接把他扫地出门。陈姐那个时候真的叫天塌了，这就是老天爷给他降下的千锤百炼劫。他租了个阴冷潮湿的地下室，连买个馒头的钱都得算计。有天晚上，外面下着暴雨，地下室漏水，水漫到了脚踝。陈姐坐在那张破床上，浑身发抖。30年的青春换来一个一无所有，连狗都不如的下场。她绝望了，拿起桌上早就买好的一大瓶安眠药，她倒出一大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的手腕碰到了床头的一个旧纸箱，哗啦一声，箱子翻了，从里面滚出来一把黑乎乎生了锈的大铁剪刀。那是她30年前当裁缝使用的剪子，是她当年的嫁妆。陈姐愣住了，外面的雷声轰隆一下，照亮了那把冷冰冰的剪刀。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抓起那把剪刀，手指头抚摸着刀刃。就那一下，她突然像被雷劈醒了一样，她把手里的安眠药狠狠地砸在墙上，药片撒了一地。她在这个黑屋子里咬着牙，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：我陈树芬凭什么要为一个没良心的男人死？我没这双手吗？我不会自己挣饭吃吗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她拿着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，去市场扯了几块最便宜的碎布，坐在那个地下室里，把剪刀磨得锃亮，咔嚓咔嚓，剪刀划过布料的声音干脆利落。他没日没夜的采招，那台借来的旧缝纫机哒哒哒哒，每一针每一线全是在把那个软弱的依附男人的自己给缝死，把一个全新的刚强的自己给生出来。他做出来的旗袍布衫手艺极其精湛，拿到夜市上去卖，马上就被抢空了。一开始是摆地摊，后来租了个几平米的小门面，再后来那些富太太们都排着队来找他定做旗袍。短短几年时间，陈姐不再是那个哭哭啼啼的怨妇了，她开了连锁的旗袍定制店，穿得干干净净，腰杆挺得笔直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后来那个渣男丈夫怎么样了呢？跟着外面的女人去炒什么虚拟币，亏得血本无归，中风瘫在床上，那个女人卷了剩下的钱跑了。你们看看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不是报应是什么？这叫因果不虚。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
那渣男把钱转移走，太可恨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站高一点看，他拿走的根本不是陈姐的钱，他拿走的是陈姐身上的业障。老天爷借着这个渣男的手，把陈姐逼到了悬崖边上，就是要逼他重新拿起那把剪刀。人啊，一旦你爱别人超过爱自己，最终必定无家可归。只要你的主角是你自己，灵魂归你自己所有，真正带给你成长的，恰恰就是人生的这些沟沟坎坎。陈姐如果在温水煮青蛙的婚姻里待一辈子，她就是一个平庸的整天家长里短的老太婆。正是这场差点要了她命的千锤百炼结，把她身上那层废铁全给敲掉了，把它淬炼成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是生了大病，还是生意破产，还是家道中落，你扛不过去的那叫打击，你咬着牙一声不吭的扛过去了，这就叫经历，叫重生。当你不再向外求，不再怨天尤人，而是拿起你自己手里的那把剪刀去剪裁你自己的人生时，这第3道劫你就算是深深的踏过去了。可是老天爷的考验是一环扣一环的，等你扛过了物质和肉体的千锤百炼，你在往上爬的过程中，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人，他们会嫉妒你，他们会把你重新踩回泥潭里，让你受尽屈辱。这也就是紧接着要来的第4道劫，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第5道劫。这2道劫考验的是你的心量，心量不大，福报绝对进不来。这第4劫叫做落魄低谷劫，也就是咱们老祖宗常讲的身处尘埃。你们要晓得，人在稍微有点起色往上走的时候，最容易遇到什么？遇到小人，你本本分分做事，没招谁没惹谁，突然有一天一口大黑锅就砸在你背上，别人造你的谣，背后捅你的刀子，硬生生把你从上面拽下来，把你死死地踩在泥潭里。原来见你笑脸相迎的人，现在对你翻白眼；原来围着你转的亲戚，现在连你的电话都不接。你一下子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，落魄到了极点，浑身上下沾满了烂泥巴，受尽了世人的屈辱。这个时候你心里那个恨啊，你恨不得拿把刀去跟那些陷害你的人拼命。你每天在心里咒骂老天爷不长眼。我告诉你们，你只要心里起了这个毒念头，生了这股子怨气，你这第4劫就彻底败了，你的福报就在你的咬牙切齿中漏得一干二净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老天爷把你按在尘埃里，不是让你去跟烂泥较劲的。你去看看池塘里的莲花，它是长在哪里的？它就是从最臭最脏的淤泥里长出来的。莲花难道天天抱怨淤泥太脏吗？没有淤泥就是它的养分，一尘不染。从来都不是说你身边再也没有尘埃，再也没有小人和烂事。真正的一尘不染，是尘埃就在你身边飞扬，你却能借着它们开出你自己的花。当一个人被踩在烂泥里，受尽了白眼和屈辱，他没有变坏，没有变得尖酸刻薄，反而因为自己淋过大雨，总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，这就顺理成章地迈入了天选之人的第5劫。见众生苦劫，自己吃过大苦，所以看不得别人受苦。看到街边要饭的，看到医院里没钱看病的老人，你的心会跟着猛地抽痛一下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就叫同体大悲。当这颗悲悯的心一生出来，你心里的那盏明灯啪的一下就点燃了。这盏灯一点亮，什么小人，什么低谷，什么厄运，全都被照得无影无踪。
宋代有位了不起的清官叫赵湍，世人都尊称他一声赵天水。他这个人就是把这第4节和第5节修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赵天水去做官，去赴任，按理说那是多大的排场，别人做官前面是鸣锣开道，后面是几十辆马车拉着金银细软，绫罗绸缎。可赵天水呢，冷风嗖嗖的古道上，一辆破旧的木板车吱呀吱呀的碾过土路，车上没什么行李，只有一张泛黄的老古琴和一只站在木架子上的白鹤，一琴一鹤，两袖清风。当地那些早就准备好金银财宝，想去巴结他的贪官污吏，躲在城门后面一看，冷汗瞬间就湿透了后背。他们知道碰上这种把名利踩在脚底下，心甘情愿身处尘埃的人，那是软硬不吃，最不好惹的。赵天水有个极其震撼的习惯，这就是他能在尘埃中护住心灯的绝招。每天夜里，不管白天政务多忙，不管有多累，到了子时，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赵天水在这个时候绝不睡觉。他用冰凉的井水洗净双手，把厚重的官服一件一件穿戴得整整齐齐，连帽子上的带子都系得一丝不苟。他独自一人推开门，走到黑漆漆的院子里，夜风吹得他的官服呼呼作响。他点燃一炷香，双手举过头顶，扑通一声，直挺挺地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跟老天爷交底。香头的红光在黑夜里一明一暗，他仰着头，把白天做过的每一件事，动过的每一个念头，一五一十全部大声地向老天爷汇报。老天爷在上今日审案。看到那富商塞过来的银票，我心里竟有一丝贪念闪过，我有罪，今日巡街。看到卖菜的老妇被衙役驱赶，我没有立刻出声制止，让他受了惊吓，我有罪。只要是他白天动过的一点点歪心思，一点点见不得人的念头，他全都在这大黑夜里，当着老天爷的面，血淋淋地剖开给自己看。如果有什么事是他今天不敢跪在这里向老天爷汇报的，第二天哪怕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也绝对不去做。这就是敬畏心啊！一个人到了这个境界，他怎么还会去抱怨低谷？怎么还会去跟小人计较？后来有一年遇上100年不遇的大旱灾，赤地千里，庄稼全死光了，老百姓饿得皮包骨头，路边全是用破草席卷着的死人，其他的官员都在等朝廷的赈灾款，都在互相推诿。赵天水看着那些灾民，眼圈熬得通红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他没有写那些没用的公文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直接叫人把自家的粮仓全砸了，把自己家里的田产主宅全部变卖换成粮食。家里人劝他，老爷，您这是图什么啊？您把家底全掏空了，咱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吗？赵天水转过头，双眼通红，指着门外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百姓，厉声喝道，你看他们，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！他们受苦就如同刀子扎在我身上，我若是看着他们饿死，我这官服穿在身上，难道不会被烈火焚身吗？他倾尽了家财，连自己老婆孩子都跟着每天只能喝一碗稀得见底的米汤，他硬是用一己之力救活了无数的孤寡百姓。后来呢，赵天水活到了极高的岁数，无疾而终。他的子孙后代因为他种下的这颗通天的大善根，个个都有出息，福泽绵延了几代人。你们想想看，凡是你对别人所做的，最后是不是全都回到了你自己身上？这叫什么？老祖宗有句话
叫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这个方寸就是你的心。生活的好与坏，人生的福与祸，从来都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而是取决于你这颗心怎么动。你看到了别人的苦，你愿意伸出手去拉一把，你种下的就是福报的种子。你别管别人知不知道感恩，恶人忘恩负义，那是他自己在造恶业，早晚老天爷会跟他秋后算账。你只管为你的善良负责，你曾经悄悄动过的每一个善念，伸出的每一次援手，老天爷都拿着笔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很多时候你遇到车祸逢凶化吉，你得了疾病突然遇到好医生，那都是你以前积下的善念，在暗中替你挡了灾啊。当你扛过了落魄低谷，又生出了慈悲之心，这个时候老天爷觉得你这块料差不多打磨成型了，真正的福报大运就要像潮水一样给你涌过来了。可是诸位，我要给你们敲一记响鼓，很多人熬过了所有的苦，却死在了这最后一道劫上。当名气、金钱、奉承话全都向你砸来的时候，这最凶险的第6道劫，也就是名利诱惑劫，正张着血盆大口等着你。福报来了，你能不能守得住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第6道劫叫做名利诱惑劫，也是考验你能不能善终，能不能保住全家老小的最后一道大关卡，也就是功成定力劫。我告诉你们，前面讲的那5道劫，不管是迷茫、背叛，还是身处泥潭，哪怕再苦再难，那都是外面的刀子在割你的肉，你只要咬紧牙关，不松这口气，总能熬过去。可是这第6劫，那是裹着蜜糖的毒药，是直接从你心底里往外烂。很多人扛过了没钱的日子，扛过了别人的白眼，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啊，老天爷把大福报赏给他了，结果呢，没出3年，家破人亡，连命都搭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飘了，他在福报面前失去了定力。你们要晓得，人在一无所有，被人踩在脚底的时候，他知道低头，知道敬畏。可是一旦名气来了，金钱像流水一样涌进来，周围全是一帮拍马屁的，端茶倒水的，叫你老板大哥的人，这个时候是最可怕的。你的心量如果撑不住这泼天的富贵，没有厚德来载物，这福报马上就会变成一道催命符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人一旦发了财，成了名，或者家里突然得了一大笔钱，他最先乱的是什么？是他的日常起居，是他的无味饮食。你想想看，很多人一有了钱，立马换大房子，天天出去赴宴，吃大鱼大肉，喝烈酒，熬夜打牌，去寻找各种声色犬马的刺激。中医讲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心火妄动。你的欲望被彻底勾起来了，心里那团火烧得旺旺的，整个人每天亢奋得不得了，眼睛都是红的。这心火一旦居高不下，你身体下面藏在肾里的先天之水，也就是肾水，马上就被这团火给熬干了。水火一旦不能济济，肾水压不住心火，你的身体底子瞬间就被抽空，各种突发疾病立刻找上门来，跟着你的脑子也开始发昏，判断力全失，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容不下别人说半句真话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要想守住大福报，你的生活不仅不能奢华，反而要更加清淡节制。越是发大财走大运的人，越要吃得粗茶淡饭，越要早睡早起，把衣服穿得朴素一点，把饭菜吃得清淡一点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把心火死死地降下去，把肾水
稳稳地升上来。你的身体清净了，心也就跟着清净了。心意清净，你才能看清名利场里的那些刀光剑影和陷阱，你才不会染上那股要命的铜臭味。有个做传统糕点的吴师傅，干了半辈子，在老街上开了个不大的门面。他为人极其老实，用的都是真材实料，手工揉面，土灶烤制，做出来的糕点香气扑鼻，街坊邻居吃了10几年都不腻。后来互联网一阵风吹过来，几个网红跑来一拍，吴师傅这家店突然爆火，天天排几百米的长队，成了所谓的网红打卡地。这个时候资本闻着味就来了。有一天下午，一辆上百万的豪车直接停在吴师傅的店门口，车上下来几个穿着高级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老板领头的一个，夹着个公文包，大摇大摆地直接闯进了后厨。当时后厨里热气腾腾，满屋子都是面粉的麦香味。吴师傅正系着个洗得发黄的白围裙，满头大汗的在那个大案板上揉面，砰砰，沉重的面团摔在案板上，劲道十足。那大老板走过去，啪的一声，把一份厚厚的合同狠狠地拍在满是面粉的桌子上。老吴，别揉了，看看这个。老板掏出一根雪茄点上，吐出一口浓烟。3000万，我们公司出3000万，直接买断你这个牌子，今年就要在全国开500家加盟店。吴师傅手里的动作连停都没停，头也没抬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：开500家店，面谁来揉？这火候谁来盯？那老板一听，哈哈大笑：老吴啊，你真是个老古董，现在谁还手工揉面啊？全是机器流水线。你的配方咱们稍微改一改，多加点香精、防腐剂，把保质期拉长到半年，再花个几百万搞高档包装。一盒成本5块钱的糕点，咱们卖它88，你就签个字，什么都不用干，下半辈子直接去海边买套大别墅，全家享清福去吧。几千万的支票就白纸黑字的放在吴师傅眼前。诸位，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，那是多少人10辈子、20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啊！换作定力不够的普通人，可能激动的当场就给人家跪下了，马上把字签了。可是你们猜吴师傅怎么做？他慢慢的停下手里的活，在旁边搭着的白毛巾上，把手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的擦得干干净净。然后他转过头，看着那个不可一世的老板，眼神平静的像一口毫无波澜的古井。他说：老板，我这门手艺是我师父一辈传一辈教下来的，我们这行有个死规矩，吃饭的手艺绝对不能染铜臭。吴师傅指着案板上那团发酵的刚刚好的面团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掷地有声。我要是按你说的加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，那就是在坏老百姓的肠胃，那就是在谋财害命。我拿着这种缺德钱去住大别墅，我半夜惊醒能睡得着觉吗？这合同我不能签，你走吧。那老板一听，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像看傻子一样恶狠狠地盯着他，冷笑了一声：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清高，你就死守着你这个破案板，累死你这辈子也别想发大财。说完，老板一把抓起合同，气急败坏地摔门走了。这事传出去以后，吴师傅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，甚至连家里的后辈都跑来指着鼻子骂他，说他是个榆木疙瘩，死脑筋，说他把祖宗18代发大财的机会给做没了。可吴师傅呢，他就像一尊石佛一样，一声不吭。他依然每天早上4点准时起床，喝一碗清淡的小米粥，
然后系上围裙，安安静静地站在那个热气腾腾的灶台前，揉面生火出炉。他不搞任何豪华包装，还是用最便宜最透气的黄纸包着糕点，卖给懂行的街坊邻居。结果呢，过了不到2年，一阵经济大寒冬刮过来，那个当初想收购他的资本公司，因为到处疯狂扩张，造假圈钱，资金链彻底断裂，轰地一下就爆雷了。那个夹着雪茄的大老板因为涉嫌诈骗，直接被抓进去坐了牢。旗下那些加盟店一夜之间全关了门，只留下一地鸡毛。而吴师傅呢，外面的风浪刮得再大，雷打得再响，根本波及不到他那个小小的店面里。街坊邻居依然每天排着长队买他的糕点，他的店不仅没倒，反而因为用料真实，不染铜臭，口碑传遍了大江南北，真真正正成了一块历经风雨百年不倒的金字招牌。他用一辈子的清净和本分，硬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座永远挖不空的金山。你们看看，这就叫熬过了第6劫的天选之人。为什么他能过这一劫？因为他把持住了自己的心，他降住了那股子贪火。如果吴师傅当年眼红了3000万，心火一动，顺水推舟跟着资本去造假，去赚快钱，那不用2年，他的牌子就彻底砸了，老百姓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，甚至他自己都要跟着去坐大牢。凡是你侥幸过关，靠着取巧和上良心得到的钱财，最后老天爷全都会让你加倍吐出来，而且是以拿走你健康，拿走你全家平安的代价吐出来。所以老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当你家里的福报来了，当你的儿女突然升了官，发了大财，或者你拆迁得了一大笔钱，你千万不要到处去炫耀，更不要跟着去胡吃海喝。你要赶紧在家里把这个阵脚给稳住。你要告诫儿女，钱越赚越多，咱们吃的要越来越清淡，用的要越来越节俭。不要觉得有钱了就可以随便挥霍，那是你在折自己的寿，损你子孙的福。你把钱拿去帮那些可怜的人，拿去修桥补路，这叫积阴德。你守住了这份清净，降下了那把贪欲的心火，护住了体内的肾水，你这人生最凶险的6道劫才算是真正功德圆满地度过去了。老天爷交给你的这份大福报，你才能安安稳稳长长久久地传给子孙后代。可是说到底，咱们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既没有遇到几千万的诱惑，也没有当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官。我们在自己平平淡淡的日子里，遇到那些糟心事，遇到别人刁难，遇到家庭不和睦，儿女不懂事，到底该怎么实打实地去化解？到底怎么在生活里一点一滴地转念，护住咱们这个小家的家运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生活越是琐碎，越是考验你的真功夫。你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把下面这几步做扎实了，你家里的风水立马就能扭转过来。这第一步，你必须得学会悦己。你们要晓得什么叫悦己者亡。很多老一辈的人听了这话连连摆手，说哎呀，我都7老80了，一辈子都奉献给老公孩子了，现在叫我取悦自己，那不是自私自利吗？那不是老不正经吗？全错了。取悦自己绝不是自私自利，更不是自以为是。老天爷让你来到这个世上，是要你好好体验这一招，不是让你来当苦力当奴隶的。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掏干了去伺候别人，最后把自己弄得一身是病，满脸怨气，你看谁都不顺眼，
谁看你也都不痛快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家门不幸。你得把灵魂的主导权从别人身上抢回来，归你自己所有。我常常跟那些愁眉苦脸的老大姐讲，你今天就去商场给自己挑一件颜色鲜亮的衣服穿上，早上起来去公园里打打太极拳，跟着老姐妹们跳跳舞，晚上弄点好茶叶，自己安安静静的泡杯茶喝。你管儿子今天是不是又加班？你管儿媳妇是不是又买了贵东西，随他们去风雨人生？你要学会为自己撑伞，苦厄禁欲，你要坚持为自己种花。到了咱们这个年龄，真正迷人的，真正能镇住家宅的，根本不是你这张脸上生了多少皱纹，而是你刻在骨子里的那份从容，是你岁月沉淀之后那个极其丰盈的灵魂。只要你的主角是你自己，你每天高高兴兴的，你身上的正气就足，邪气就进不来，你身体硬朗，满面红光，儿女回到家一看，心里踏实，这就叫护住了家运的根。这第二步，遇到小人刁难，遇到烂人烂事，你得学会转念。咱们在社会上走，难免会遇到倒霉事，被人骗了钱，被亲戚倒打一耙，或者左邻右舍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指着你的鼻子骂。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气血上涌，手脚冰凉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跟他撕咬在一起，恨不得在心里咒他祖宗18代。我跟你讲，你只要这一张嘴骂回去，你只要心里起了这个毒念头，你的功德就漏光了，你就中计了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别人对你行恶，那是别人的业障，老天爷早晚会跟他秋后算账。可你要是跟着他一起咬牙切齿，你这颗原本善良的心就被他拖进粪坑里弄脏了。你要为自己的善良负责，而不是去给别人的恶行买单。那具体遇到这些刁难怎么办？你想想看，你把它当成什么？当成老天爷给你出的考卷。遇到低谷你不要慌，恰恰是老天在给你转机。遇到别人刁难你不要怒，恰恰是老天在让你强大。遇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你不要哭，恰恰是老天让你重生。他骂你，你就在心里默默地说，好，这是在消我的业障。他占你便宜，你就在心里说，没关系，这是在给我积福报，吃了别人的亏。只要你坚持行善，别担心，上天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给你更多更好的补偿。你把所有的逆境都当成是来成全你的养分，心态一好，境随心转，那些小人不仅伤不到你分毫，反而成了垫高你人生境界的台阶。深信这一点，当下即是心安，心安便是幸福。这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不管家里出了多大的乱子，你必须做到平心静气。很多老朋友来找我说，家里今天不是水管爆了，就是老头子摔了一跤，明天儿子又跟单位领导吵架被开除了，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天天在家里摔锅砸碗。你们要晓得，一个家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，老祖宗讲的气机就在这个房子里流转。家里越是遇到失利，越是遇到倒霉事，你越是要沉得住气。你急躁有什么用？你跳着脚埋怨有什么用？你越是焦躁，家里那个气场就越乱，倒霉的事情就会像滚雪球一样，一个接着一个的砸下来。真到了绝处，真遇到了过不去的坎，作为家里的中流砥柱，你要怎么做？你深吸一口气，把嘴闭严实了，不要去啰嗦，
不要去责怪你生命里的任何人。好的人给你快乐，坏的人给你经历，最差的人给你教训，最好的人给你回忆，全都不要去怪。你走到厨房，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，生火熬一锅清清爽爽的小米粥，你把老伴叫过来，把儿女叫过来，安安稳稳地坐在一张桌子上，把这碗热粥喝下去。不管明天天会不会塌下来，今天晚上咱们把心安住，好好睡一觉。越是绝处，越要守住自己的精气神。你反观自己，专注当下，不急不躁，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初心。你只要稳稳地坐在那里，你身上的那股子定力就会像一根定海神针一样，瞬间把全家人慌乱的心给镇住。大家看你不慌，他们也就不慌了。这就叫无为而为，才会无意插柳柳成荫。内在的神性一发出来，老天爷自然会给你度过难关的智慧和答案。一个真正厉害的人，最高阶的能力是什么？就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你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，你却能靠着这股子平心静气，涅槃重生，解决所有的困难，东山再起，逆风翻盘。所谓教不困而不成龙，君不困而不成王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只要你这三步做到了，把爱拿回来给自己，把小人的刁难当成淬炼，把家里的磁场用平心静气稳住，那么不管老天爷给你降下多少道劫，不管是迷茫背叛还是名利诱惑，你都能像个没事人一样轻轻松松地趟过去。你所失去的东西最终都会加倍的回来，你所遭受的磨难最终都会变成你子孙后代享不尽的大福报。好了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这套老祖宗留给咱们的破局闯关、安身立命的法门，算是彻底给你们掰开揉碎了。最后我再跟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，从今天开始打死都别再去做了。第一，老天爷让你做不成的事，上天阻断了你的路，别再去强求，别再去满大街怨天尤人。你要在心里磕个头，告诉自己，这是老天爷在悬崖边上踩了刹车，那是为了救你的命。第二，对儿女对老伴，别再掏心掏肺到连自己都不要了，不要再盯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，把你的灵魂收回来，好好爱自己。想穿点好的就去穿，想吃点什么就去买。你要记住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，悦己者亡，这叫护住你自己的精气神。第三，遇到倒霉事，遇到小人造谣欺负你，把嘴闭上，千万别去跟他对骂。他在造孽，你在还债，还完了你就是一身轻。你只要不动怨气，他的恶业就沾不到你身上。第四，这也是最要紧的一条，不管家里出了多大的乱子，哪怕外面天塌下来，你作为家里的定海神针，必须做到平心静气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急躁只会让家里的气场全乱套。你不发脾气，不摔盘子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，家里的风水就定住了，大灾大难自然也就化解了。你们要晓得，很多人一辈子到处跑去算命，去求神拜佛，花大价钱买个貔貅摆在家里，想改家里的风水。我告诉你们，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外面，不在你家大门朝哪开，而是在你的心里。这就叫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。你这个心正了，遇到刁难你转念了，你家里的磁场和风水自然就顺了。天下最大的改命，根本不是去改个名字，而是改你的念头，改你的行为，改你种下的因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世间所有的布施里面，法布施的功德是最大的。什么叫法布施？就是把正知正见，
把老祖宗留下来能救人一命的道理传播出去。你们今天听懂了这个天机，如果你觉得南师今天讲的对你有帮助，你千万别自己一个人藏着掖着，你把这个视频动动手指，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，转发给那些正在受苦正在迷茫的老哥们老姐妹。你想想看，也许你的一个老友正因为儿女不孝顺，在家里抹眼泪，钻了牛角尖想寻短见，也许你的老亲戚正因为做生意破产被人算计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看就要中风。你这一转发，他听到了，心里那个死结吧嗒一下就解开了，他不怨了，他活过来了。你这就叫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啊！你的一句提醒，一次分享，让他少造一场口业，少走一条弯路，少拜一次家运，这就是你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下的大阴德。老祖宗常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，这因果的理就是这么实在。所以请动动你们的手指，给南老师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们要晓得文字是有力量的，人的念头是有能量的。咱们今天几万几十万的老朋友聚在这里，如果大家都在心里发一个善愿，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这个能量场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们现在就在评论区里把你的善念写下来，你可以写愿家宅平安，子孙顺遂，或者就简简单单一句愿家宅平安。你写下的每一句善言，最终都会化作极其强大的吉祥之气，结结实实地回向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。